同学你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摄影艺术创作的有关的部分。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画面的景别啊。在景别当中呢，我们首先来给大家讲一讲远景景别。所谓的远景景别，一般是指从比较远的距离上拍摄的或者是用短焦距镜头来拍摄的，包含的空间范围比较大，包含的景物比较多以表现场面、规模、数量、气势，或者是空间环境为主的这样的画面景别那么简而言之，远景景别往往是我们称它为叫大景别画面它的取景范围是比较大的具体到某一个事物，它的成像面积是比较小的。那么这种景别在日常的拍摄当中是我们经常会用得到的。那么远景景别我们来看一个图例就像这样的画面，就属于一个远景的这样的画面。在这个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主体对象是这个布达拉宫在布达拉宫的周围有偌大的这样的空间环境，让我们看到这个巍峨的群山看到这个天空当中投下的这种光影的变化所以这样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最主要的不是在表现和描绘布达拉宫更多的是在描绘布达拉宫它周围的这样的大的空间的环境所以这样的画面我们可以把它界定成远景景别的画面。当然这幅画面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这个角度，除了这个取景范围这个比较难于获得之外，那么这个画面当中光影的变化也是摄影创作比较成功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画面的前景的位置是阴影，然后呢布达拉宫处在直射阳光的明亮的区域，后景当中山峦的山峰上面，峰峦上面还会有空中云的投影存在，使得画面影调层次非常的丰富，空间透视效果也比较好。那么远景的作用呢，主要有两大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使用远景景别的画面，首先经常会拿它来交代空间环境远景景别画面经常有一个基本作用是用来交代空间环境的。我们来看这样的画面这张画面呢是美国著名的摄影家安塞尔·亚当斯拍摄的这样一个照片叫做冬日日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呢取景范围比较大，主要的是在写景，而且这个画面成功有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是在于光影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上面那层山峰处在亮的区域中间那层山峰呢处在阴影当中，那么山脚下又出现了一片亮的区域，而且在山脚下亮的区域当中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头动物在那里当然我们看不清是马还是牛，但是有那么一头动物在那个当中起到了视觉支点的这样的作用当然也因为有那个动物在呢，可以让我们判断这个画面的景别有多大这个画面的取景范围有多大，它成为一个参照物那么这样的画面大家看是以交代空间环境为主的这样一个作品。那么远景还有一个作用远景呢经常会被人们用在这个影视段落的开始或者是结束那么用到影视作品的段落的开始或者结束的话，远景景别的画面呢往往会有比较强的这种抒情性比较强的抒情性。用在开始它有一种铺垫的感觉引导人们慢慢进入到这个故事的情节当中来。用到结尾呢，它有一种结束的感觉有一种慢慢退出，然后呢这个意韵生发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远景画面经常还会有比较强的这种抒情性。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大家都知道来自于电影《英雄》英雄梁朝伟和张曼玉自尽的这样一个段落在这样的画面当中，大家看人物占的面积比较小，主要是在表现周围的宏大的场景结合故事情节，给人带来比较强烈的这样的悲壮的这样的一种气氛这种景别呢往往会用在某一个段落的开始或者是结束的部分。那么远景画面的处理我们要注意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要记住这样一句话，叫做远取其势，
大处着眼。拍摄远景景别的画面，大家重在把握画面当中、场景当中大的线条、大的形状、大的轮廓、大的色块然后不要去在某些细节上去做太多的这种纠缠，太纠结于某些细部，重点把握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大的方面就可以很好的处理画面。那么远景处理的第二个方面要特别注意地平线、水平线的处理我们在海边拍一个远景画面，我们在沙漠拍一个远景画面，地平线、水平线会出现在画面当中。那么一定要防止地平线、水平线分割画面，毫无限制的贯穿画面。那么在地平线和水平线上，最好要有一些景物点缀它和打破它。我们来看一个这样的例子。这张画面我们可以看到拍的是一个海边那么拍这样的大景别画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水平线它就处在了画面的正中央那么如果没有画面中央这一个礁石的话或者这一个小岛的话，这个水平线一下就把画面是分成两半了分成两半了但是画面当中有了这样一个礁石或有了这样一个小岛以后，它打破了这个地平线、水平线无限制的横穿画面也就打破了这个画面被分割的这样的一种可能。当然在这个画面当中呢，这个礁石或这个小岛这个石头上还因为光的原因在它的尖上带有一点点暖黄色使得这个画面在一片冷色调的当中出现了一个跳跃的这样一个点，视觉的这样一个中心点也使得画面呢这个显得变化比较丰富，视觉上比较有特点。我们再看这样的画面，这张画面拍的也是一个远景画面拍的是阿联酋沙漠当中拍到的一只大羚羊那么这张画面呢，因为是远景画面出现了这个地平线的问题但是这个地平线大家看在画面当中，第一它不是非常的平直它随着这个沙丘呢它有一定的起伏它不是一个特别平直的线，它是一个曲线，有一点点曲线的感觉。那么另外呢，就是地平线上呢有这个大羚羊在这儿这个大羚羊呢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觉的支撑点，同时呢它打破了这样一个地平线这个分割画面的这样一种可能所以这样的画面呢拍的也是比较成功的。那么远景处理的第三个方面在远景景别画面当中，有的时候为了强调画面的这种空间感、透视感我们可以有意识的给画面加用前景景物它可以很好的表现画面的透视的效果。那么第四个方面，远景景别这种镜头，因为它取景范围比较大，包含的东西比较多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它的成像面积都相对比较小，所以如果用在影视摄影当中的时候，我们说远景景别的镜头通常需要保留比较长的时间它比特写镜头比起来，没有特殊理由的话，它的镜头时间长度还是要长一些后期的剪辑没有特殊理由的话，远景景别的镜头它的时间长度保留的也会比特写镜头之类的要稍微长一些。我们下面来总结一下，今天呢我们主要讲的是远景景别的画面。那么远景呢它有两大作用，第一个是交代空间环境第二个是用来抒情写意。那么远景的处理需要大家注意这样几个方面第一点，大家记住远取其势，大处着眼。第二点，远景景别的拍摄大家要特别注意地平线和水平线的处理。第三点，远景景别为了很好的表现画面的透视，我们可以有意识的加用前景景物。第四个方面，在影视摄影当中，远景景别的镜头通常需要大家保留相对长一点的时间。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